3年前我为了逃跑，故意为难金圈太子爷，只要他不眠不休、不吃不喝的战够3天3夜，我就乖巧的做他的金丝雀。没想到他真的不顾满身的伤痕，直挺挺的站在狂风暴雨中，险些病死，还落下了老毛病。直到临死前，我才知道一切都是我错怪了他。重生归来，我绝不会让悲剧再发生。我看着伤痕累累的沈星回，哽咽道：“我们不战了，以后我再也不跑了。”沈星回低头看着我白嫩的手，十分霸道强势的道：“还有12个小时，我不会给你反悔的机会。你要是觉得12小时不够，那就再重新战3天。”我狠狠地撞进沈星回的怀里，仰头吻上他的唇。沈星回猛地僵着身体，瞪大双眼。我主动亲他了。回过神的沈星回猛地推开我，他冷着声：“回去，别以为这样我就会让你走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”我愣了一下，又贴了上去吻他。沈星回再次把我推开：“秦冉，别玩花招。”我执着地贴上去吻着沈星回，直到沈星回不再推开我，而是更强烈地回应我的吻。直到最后，我软绵绵地窝在沈星回的怀里，想你抱我回房，想要你陪我睡觉。我害怕打雷，沈星回无法拒绝示弱的我，他打横抱起我，抬脚一步步地进屋。一进屋，我赶紧从沈星回身上下来，他受伤抱我上楼已经是极致，我舍不得他疼了。沈星回道：“我继续下去站。”抬脚就要走，我扑上去，从身后紧紧地抱着他。沈星回，你要是还站，我就下去陪你站。沈星回看着我皱眉，似乎要把我给看透一样。我见他还不妥协，就指着旁边目瞪口呆的孙浩然：“你不陪我睡，我就让他陪。”感觉到杀气的孙浩然：“秦小姐，这是在报复他吗？”沈星回低头看着我，被雨水淋湿的衣服紧紧地贴住我的身体，构形出完美的身材。这样的我不想给别人看了去。沈星回声音沙哑而冰冷：“出去。”孙浩然抖了下身子，赶紧撤退。他以为秦小姐会见死不救，没想到不仅叫三爷进来，还亲了。今晚的秦小姐真奇怪。人退下去，房门关上，只有他们2人。沈星回盯着我看，他在等我发作，往他身上砸东西，怒骂他，然后开始反悔，让他滚。然而我拉着沈星回走向了浴室，脱衣服。沈星回微微眯眸，不是发脾气，叫他脱衣服。我看着沈星回，你自己脱还是我帮你脱？沈星回没应声，还是皱眉看我。算了，还是我帮你脱。说着伸手就去解他的扣子，才被解开一个，我的小手就被沈星回摁住了。他低沉地问我：“秦冉，你知道脱男人衣服的下场是什么吗？”我歪头想了一下，大概也就哭着求饶，然后下不来床。我仰头看他，所以是你脱还是我帮你脱？沈星回拉开我的手，再打开门把我推出去。我自己脱。砰的一声，浴室的门关上了。沈星回背靠着浴室，大口的喘气。阿冉，别考验我的控制力，在你面前我没有控制力可言。沈星回洗完澡出来，看到房间空无一人，愣了一下，失去我的恐惧瞬间笼罩。沈星回慌张的喊：“孙浩然，孙浩然！”孙浩然听闻喊声立即过来。三爷，沈星回冷声问：“他呢？”孙浩然愣住，秦小姐不是在房间里吗？立即封锁锦城所有出口，派出所有保镖，任何一个角落不能放过。沈星回冲下楼，立即被车我要去，你要去哪？我有些不悦的声音从左侧传来。沈星回转头看去，见我端着姜汤走到他面前，仰头看他：“你急着要去哪？”我在厨房煮面，就听到他的声音：“赶紧出来！”沈星回低头与我漂亮的星眸对视，莫名心虚，他不敢说，他以为我跑了。我微微挑眉，我太好看了，所以看傻了吗？沈星回冷着脸郑重点头：“好看。”我把姜汤捧到他面前，先喝点姜汤暖身，我去厨房给你煮面。沈星回低头看了一眼，然后伸手接过。三爷，孙浩然想要阻止，但沈星回已经把姜汤一口闷了。他抬头怒瞪着我：“要是三爷有个好歹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不是他要把我想得太坏，而是每次我给三爷端东西，三爷都要食物中毒，也多次错失合作项目，害公司损失少说也有几个亿。我接过空碗，就算是毒药，阿回也会心甘情愿的喝下去，对吧？因为我就是他的毒药，也是唯一的解药。”沈星回没有说话，只是郑重点头。我叫他阿回，很好听。孙浩然看着我又进了厨房，很是着急：“三爷，他差点害死了您，那又何妨？”沈星回垂眸，冰冷的声音带着些许柔情：“他是我的命。”孙浩然着急：“可是……”沈星回冷冷打断他：“若是不尊敬阿冉，以后不用跟着我了。”孙浩然只好闭上嘴，叫了家庭医生郑晓峰过来，给沈星回检查了一下。郑晓峰说：“目前没中毒迹象，不过边伤溃烂，得赶紧上药。”孙浩然接过药膏，就要给沈星回上药。我端着面碗出来，沉声打断：“不许！”孙浩然拉下了脸：“秦小姐是想让三爷破伤风死掉吗？”我把面碗放下，从孙浩然手里抢过药膏，很霸道地说：“我男人的身体不许给别人看，男人也不行。”沈星回抬头看我，满是不可置信：“你说什么？”他说自己是他的男人，哪怕是谎言，这一刻的温柔他也甘之如饴。我重复，语气依旧霸道：“我男人的身体不给别人看，男人也不行。”这语气像极了吃醋的小女人。孙浩然呵呵冷笑：“秦小姐又想怎么祸害三爷了？你的每次讨好不是逃跑，就是从三爷手里拿走商业机密，屡试不爽。”沈星回沉了声：“孙浩然，我没理他，而是问郑晓峰，阿回他怎么样？边伤很重，又淋了这么久的雨，伤口感染发炎，要赶紧抹药。最近饮食要清淡，忌剧烈运动。”我把郑晓峰的话都记下来。孙浩然，你也回去休息吧。孙浩然不听我的，而是看向沈星回。沈星回闻着面香味，听阿冉的。孙浩然不敢说我，只得用眼神狠狠警告我一番，才转身离开。阿回，快点吃面，吃完我给你上药。我坐在他对面，故意延长了语调。沈星回看了一眼我，然后低头安静吃面。我也不催，就双手托着腮，目光痴痴地看着他。他眉毛很浓，像一把剑，很锋利。他鼻子很挺很翘，灯光下还有些阴影，脸颊线条冷硬，冰冷的他似乎还凝了一层白霜。他优雅地吃着面，可依旧高冷又禁欲，贵不可犯，真是帅到让人想扑倒了他。真好看，我以前怎么就眼瞎了呢？沈星回感受到我灼灼的目光，但他没敢抬头，生怕破坏了这一时的暧昧气氛。我刚站起来，沈星回就猛抬头，慌张地问：“你去哪？”我走到他身边，
牵着他的手，吃完面去上药。秦冉，我把食指放在他的唇瓣，阻止他说话。小峰说了，既激烈运动，所以只能上药。沈星回看我像变了个人一样，皱着眉。秦冉，只要你听话，乖乖让我上药，我就奖励你一个亲亲。我说着踮起脚尖，在他唇上落下蜻蜓点水般的亲吻。像这样的亲亲，唇瓣那一瞬间的柔软，让沈星回有些晕乎乎的。等他回神，已经被我拉回了房间。我伸手要解开他的衣服，沈星回却是抓住我冰凉的小手。秦冉，我会忍不住的，等你伤好了，那就不用了。我低眸看他，撇着嘴像闹脾气的小女孩，再阻止晚上就不理你了。沈星回看着我，慢慢的放手。当我冰凉的指尖不小心触碰到他的肌肤，他还是不由得绷直身体，像石雕一动不动。看着他的后背，满背都是鞭痕，因为淋雨伤口溃烂了，我看着就心疼的红了眼。滴答一滴温凉的泪珠滴在他的伤口上，沈星回僵硬的身体还有心脏都跟着颤了颤。他沙哑着声音，秦冉，我忙忍住眼泪，对不起，是我让你挨打了。这一次是我把沈星回的项目方案托给了瘟疫，害得沈星回合作失败，损失了10亿的项目。沈老爷子要报警抓我，沈星回坚决要保住我，于是就有雨夜他被打这件事。我说你放心，这10亿我怎么送出去的，我就怎么拿回来。沈星回声音淡淡的，没事。我更加心疼和内疚，小心翼翼地用指腹给他抹药。沈星回感觉到我手指的柔软和小心，皱了皱眉头，我竟然真的给他上药，还这么温柔。他以为我会把药扔掉的，毕竟我巴不得他去死。我给他涂好了药，还有需要抹药的伤吗？沈星回顿了一下，放在被子上的大拇指微微一动，没有。我看到这个细节，轻哼一声，你确定没有跟我撒谎？沈星回在我面前不擅长撒谎，一旦跟我撒谎，他的大拇指会不自觉地动一下，这是我前世花了很久才发现的细节。沈星回叮一声，大拇指又不自觉地动了起来。我挑眉，是你自己说，还是我扒你裤子？娇糯的声音此时充满了霸道蛮横。沈星回抬头看着我，深邃的眸子隐藏着他的情绪。我也不废话，直接上手去扒他的短裤。秦冉，沈星回立即起身，躲开了我的爪子，别挑战我的控制力。他的声音很冷，还很阴沉，带着极致的控制。我目光从他的脸一路往下，喉结8块腹肌人鱼线，那刚好的肌肉充斥着男性荷尔蒙，只一眼就让我心生旖旎。沈星回感受到我灼灼的目光，看得他冰冷如霜的脸，不由得浮起了一丝可疑的红晕。看他害羞，我觉得好玩，嘴角噙笑，像个女流氓，害什么羞，早晚都要看。说着我目光继续往下移，看到短裤边沿处有一道遮挡住的边伤，我的笑容顿时消失，双眸只剩冰冷和杀意。伤到哪里了吗？难怪郑晓峰说要进剧烈运动。沈星回看我手伸过来，侧身避开，声音冷冷，没有。我看他要离开，故意说被打伤不行了吗？我才说完，眼前黑影笼罩，下一瞬我就被沈星回扑倒，强势的困在他怀里。沈星回低头与我面对面，只差1厘米的距离。秦冉，你想试试我到底行不行吗？他压着我，鼻尖满是我的微香，我的气息有点甜，有点撩动着他的神经。我搂着他的腰，一个反攻，他在下我在上。我看着他，红唇轻启，好好抹药，等你伤好，我就是秦冉。沈星回的声音沙哑了，他的火被我撩了起来。我翻身下来，躺好，快去抹药，然后来睡觉。他3天2夜没有睡觉了，得赶紧让他睡觉恢复精神。聊他我有的是时间。沈星回，以后我们慢慢撩。沈星回只盯着我，并没有行动。对此我做起逼近沈星回，这么墨迹，还是我帮你抹吧，反正早晚要看，早晚要摸。我的虎狼之词又让沈星回红着脸避开，不用。说完拿着药膏匆匆进了浴室。我看他都红到耳根子，转身落荒而逃的样子，不由得轻笑。等沈星回上完药出来，脸上的红晕已经消失，又恢复了高冷禁欲的金贵脸。我看他出来就往门外走，皱眉道，你去哪？回客房。我撇着小嘴委屈巴巴，我怕打雷，你陪我睡。沈星回低眸，秦冉，你是不是想讨好我，然后好逃跑？我知道他一时半会儿不会相信，也不解释，只拉住他的手往床上带。我凑近他的侧脸，软糯地问，你不喜欢我讨好吗？沈星回冷着脸回答，不喜欢，尤其打算逃跑的讨好。那这样呢？我说着在沈星回侧脸亲了一下。沈星回浑身一僵，我又亲他了。愣过之后，他的声音更冷，还是不喜欢。这样，我像小鸡啄米一样，从他的侧脸亲到他的唇角，再到他的喉结，我还很调皮的轻轻咬了一下喉结。秦冉，沈星回低吼了一声，翻身扑倒了我。你在撩火？我仰头轻咬着他的下巴，乖乖躺下睡觉，救不了你。沈星回看着我的眸子，不能发泄的火只觉得更旺了，但他不能强迫我。沈星回烦躁的侧身，背对着我躺下，我贴了过去，从身后抱住他。被抱住的一瞬间，沈星回的身体猛地僵硬。秦冉，你越是这样，我越是不会放手。我与他十指紧扣，那就死都不放手，生生世世不放手。秦冉，沈星回在克制暴躁的情绪，我的小脸紧贴着他的背，别这么冷的跟我说话，我害怕也不喜欢。阿回，再信我一次好不好？相信我。沈星回妥协了，也努力的放柔声音，我更是贴紧沈星回，谢谢你，这次我绝不辜负你的信任。两人都没有再说话，沈星回贪婪的享受这片刻的幸福，而我是不想打破这梦幻般的真实。我知道他还不相信，但我会用行动让他相信的。过了会，背后没有我的声音，只有我平稳的呼吸。我睡着了，沈星回牵起我的手，放在唇瓣轻轻一吻。如果今晚的你是一个梦，那我愿意长眠此梦。装睡的我听到这句话，心间颤了颤，闷闷的抽痛着。许久，沈星回也睡着了，我轻轻推动着沈星回，低声轻喊，阿回，阿回，喊了几声。
声，沈星回都没有回应，我才慢慢的抽回自己的手，拿起放在床头柜的手机，9个来自温三哥的未接电话。我看着这个备注，勾唇冷笑了一声，温毅根本就不是我要找的三哥，他骗得我好惨。我给温毅改了备注，温毅刚改完，他的电话就又打来了。我接起电话，低头看了眼沉睡的沈星回，我压低声音有些冷的问，温毅这么晚有事吗？温毅用命令的口吻说话，你到夜色酒吧606包厢，我在这等你。我唇角微扬，好。温毅约我到夜色酒吧，不过是把我卖给了一个60岁的老总，求一份价值1000万的合作。前世要不是沈星回救了我，我差点就被强了。不过我被老总强暴的照片还是被拍了下来。第二天他就收到照片，以我做小三的理由跟我解除婚约。他还深情地说，他花了5000万买了照片，不会传出去，他相信我会等我给他一个解释再和我结婚，害得我更是深受感动，还以为是沈星回设局的，我恨死了他。我挂了电话，眼底闪过一丝狠戾，温毅，这次我要让你自讨苦果。我低头看了一眼沈星回，他睡得安稳，我满足地笑了笑，拿着手机一番操作，我的手机号变成了虚拟号，然后拨打了110。我捏着喉咙压低声音，你好，我要举报皇庭酒店1801房。在报完警之后，我又重新打了一个电话，给你们一个大新闻，与秦家有婚约的温家三少在皇庭酒店叫女人。我打完电话就起来换衣服了，换好衣服，我站在床前看着熟睡的沈星回，俯身在沈星回的脖唇上落下一吻。阿回，我要离开一下，天亮之前我一定回来，等我，我要在最快的时间跟温毅解除婚约，然后名正言顺的跟沈星回在一起。门一关上，熟睡的沈星回睁开了双眼，幽冷的双眸布满了血丝，杀气很重。他知道我在装睡，他就知道我哄着他，就是为了趁机离开，哪怕走的时候还要亲他一下哄他开心。可他就是喜欢我这样哄他，哪怕骗他，他也喜欢。沈星回摸了摸唇瓣，拿起手机给孙浩然打电话，阿冉要出门，跟着他。孙浩然愣住，随即欣喜，三爷，你想通了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沈星回冰冷的声音打断，跟踪温毅，注意锦城各个出口，天亮之前等我命令。说完他就挂了电话。他闭上眼，眼下眼底的戾气和伤痛。阿冉，你说最后信你一次，我还是信了，但愿你不会再让我失望。孙浩然还疑惑着，就看到我下来了。孙浩然伸手挡住了我，秦小姐，您不能出去。虽然三爷说放行，但他还是要装模作样的。我直接吩咐他，你叫个人去夜色酒吧606，把里面的人揍一顿。那个老总不知道哪根筋错了，就是要我，既然这样狠狠揍一顿，明天再让沈星回收购他的公司，让他破产。孙浩然愣了一下，你不是要出去啊？要啊，你陪我去皇庭酒店，我要去亲眼看看温毅是怎么被抓的。孙浩然有点猛地抬头看了看2楼，三爷没说秦小姐要他一起去。我挑眉，带着保镖跟我一起去，就不怕我跑了呀？孙浩然打哈哈的笑着，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三爷还是相信您的。我余光瞥了眼2楼，窗帘后人影闪动，我知道沈星回在看我，那我现在可以出去了吗？孙浩然赶紧叫人备车，打伞送我上车。皇庭酒店，温毅刚挂了电话，就搂着怀里的韩昭昭，这样对秦冉是不是不太好？温毅低头亲了亲他的脸，有什么不好的？他那么丑，有个富翁看上是他的荣幸。可是韩昭昭一脸的犹豫，温毅的手伸进被子里，在他身上动着，没有可是。韩昭昭绵软的窝在他怀里，张着嘴巴低低的喘着。可我还是觉得对不起秦冉，好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。明天退了婚，你愿意就继续把她养在家里。温毅翻身而上，亲着韩昭昭，不愿意就给她介绍个有钱老总，做个阔太太。温毅低头吻住她，房间里的气氛正在高升。温毅箭在弦上一触即发，啪，门突然被撞开，啊！韩昭昭尖叫着躲进了被子里。温毅被吓得浑身一个哆嗦，瞬间就疲软下去。温毅怒吼着，谁啊？不许动！一个瞬间，一群民警闯了进来，站在了床前。温毅拉着被子遮挡自己的身体，你们干嘛？扫黄大队，我们接到匿名举报，民警出示自己的证件，现在请你们穿上衣服，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温毅低着头，我没有嫖，你们抓错人了，我们是认识的。还有你们不要拍照，不要拍！咔嚓咔嚓，相机的闪光灯亮了起来。韩昭昭抬头一看，门口站着一群狗仔队，拿着相机对他狂拍。啊！不要拍，不要拍！他捂着脸，又躲进了被子里。热文媒体的狗仔那拍的叫一个起劲，温家三少1个月前才跟秦冉订婚，结果转身就跟大姨子好上了。而且韩昭昭可是新兴小花旦，那新闻够劲爆。楼下露天停车场，我正在笔记本上敲动着手指，孙浩然直盯着酒店门口。秦小姐，他们出来了。我抬头看到温毅和韩昭昭被手铐铐住，民警前后拥护的带了出来，还有狗仔不安分的拍照。我勾唇，你下去跟狗仔说，不管温毅出多少钱，照片都不能卖，直接上传。等警车离开后，孙浩然再下车跟狗仔说话，还出了双倍的价钱，一定要把新闻弄到最大。孙浩然办完事回到车上，他看到我合上笔记本，秦小姐，现在可以回去了吗？三爷还在等你回去呢，你先回去，车留给我，我去警局一趟。孙浩然一听，警惕心顿时就起来，秦小姐之前都是为了逃跑做的戏吧？我抬头看他，忘了阿回的吩咐吗？孙浩然噎了一下，那秦小姐也要记得，没人可以逃得掉三爷手掌心，他倒是希望我跑得越远越好，免得祸害三爷，可我不在身边，三爷更不好，还是留下祸害吧。我在车上等了半个小时，终于等到了温毅的电话。温毅用命令的口吻，秦冉，你来警局保我一下。我声音淡淡，好。我亲自开车去了警局，在警察的同情眼神下，我什么都没问，交钱走程序，把温毅和韩昭昭带了出来。我的安静反而让韩昭昭很不放心，妹妹，你就不问吗？温毅半点都不想解释，昭昭不用跟他解释，我们没有错，他又没错，谁会喜欢我这个没一品的村姑？
要不是为了秦家的财产，他连多看我一眼都不愿意，更不用说跟我订婚了。只要想想他的未婚妻，他都觉得恶心。韩昭昭看着窗外越走越偏，就觉得不对劲。妹妹，这不是回家的路上，你带我们去哪里？我开着车扬唇一笑，带你们去见一个人啊。去见谁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韩昭昭看着外面一闪而过的风景，心里很是不安。妹妹是想带我们去见那个男人吗？温逸沉下了脸，非常不喜欢提到这件事。虽然他不喜欢我，觉得跟我订婚是件丢脸恶心的事。他知道我跟沈氏集团的某个高管住在一起，虽然他利用这个关系让我替他拿了沈氏集团的项目策划，可他就是不喜欢我给他戴绿帽。韩昭昭感觉不对，妹妹，我就不去见了，我想回家。我声音淡淡的，快到了。10分钟后，我停好车，开了车门。韩昭昭看到一座座墓碑，黑白意象映入眼帘，一道黑影从眼前飞过。韩昭昭吓得直接扑进了温逸的怀里，本就白的脸这下子就更白了。温逸抬头一看，也是倒吸一口气，他搂着瑟瑟发抖的韩昭昭，冲我吼着：“你有病啊！大半夜的带我们来墓园，这里是锦城墓园。”一眼望去，都是墓碑和黑白意象，又是在半夜里，这种阴森森的，哪怕温逸这么个大男人，还是吓得毛骨悚然。韩昭昭紧紧抱着温逸：“我要回家啊！”他才开口，就被我一把扯住头发：“秦冉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”温逸回神，立马拉住韩昭昭，冲我吼着：“你发什么神经？快放开昭昭，放手！”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然后直接一脚踹倒温逸，动作太快，温逸被踹得措手不及，直接摔倒在地。我拉着韩昭昭就往墓园深处走。秦冉，你个疯子，放手，放手！韩昭昭没想到今天晚上的我会发疯，他被扯着一头长发，像拉狗一样被拖着就走。秦冉，温逸从地上站起来就要追上去。温先生，留步！身后窜出2个高大的身影，拦住了温逸。你们是谁？快让开！我听到声音，没有回头。不要打他，让他跟上，不然不好玩。韩昭昭用手去抓我，早就忘了伪装。疯子，放手！在韩昭昭的挣扎下，我把他拖拽到了一个墓碑面前。墓碑上是一个温婉高雅的女人，满目都是慈祥，上面刻字慈母顾兰之墓，孝女秦冉丽。我拽着韩昭昭看着墓碑，妈妈，我带她来给你赔罪了。说着，我一脚踹中韩昭昭的小腿，砰的一声，韩昭昭狠狠地跪在墓碑前。我摁着韩昭昭的头，然后狠狠地摁向了地面，磕头，砰砰砰，非常响亮的3个头磕下来。韩昭昭的额头顿时就破皮流血了，她整个人都眼冒金星。就在她以为要继续磕下去的时候，我放开了她。秦冉，你特喵有病啊！大晚上啊！啪的一声，我扬起手，重重地打在了韩昭昭的脸上。韩昭昭被这一巴掌给打的脸都歪向了一边，她整个人气得都快要爆炸了。我伸手扼住了韩昭昭的脖子，迫使她抬头看着自己。刚才那3个响头是替你妈磕的，回去记得告诉你妈，脖子洗干净一点，等我要她的命，给我妈报仇。提到我妈妈，韩昭昭本就苍白的脸现在有些青紫，她快要呼吸不上来了。还有，别来招惹我，不然我让你死！我冷然说完这句话，就松开手。韩昭昭跌坐在地，痛苦地咳了起来，差一点她就要被我给掐死了。刚才那一瞬间，她真切地感受到我是真的要杀了她，而她这一刻对我产生了恐惧。我丢下韩昭昭，转身朝温逸走去，她被保镖拦住，只能叫喊着：“秦冉，你发什么疯？昭昭是你姐，你就这么打她？你还是个人吗？”我走到她面前，仰头看她：“你喜欢她？”温逸看着2个人高马大的保镖，再看看阴森森的墓园，她虚伪地笑着：“昭昭是你姐，我只是帮她，我喜欢的是你啊！现在还不能够表现出对我的讨厌，她还没有拿到我的股份。”我轻笑：“喜欢我？”温逸露出温柔的表情，她自认为很满意的点头：“是啊，我就喜欢你，我跟昭昭是一场误会，你也别闹了，赶紧送我们回去。”我挑眉看她，温逸突然想起来的问：“对了，你怎么没去夜色酒吧？我要是在夜色酒吧，现在都被王老总用强了吧？那照片都拍下来，而他还可以有一份2000万的合作，明天还能顺理成章的跟我退婚。”我指着韩昭昭：“你去扒了他的衣服，我一会儿就去夜色酒吧。”温逸：“不行！”我挑眉吩咐2个保镖去把他们2个人扒了。温逸怒吼出声：“秦冉，你疯了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”我抬头看他，声音冷冷：“要么你去扒韩昭昭，要么你们俩被扒，你自己选择。”我直接一个眼神，人高马大的保镖立即动手。温逸在保镖面前显得很弱，还没出手就一把被揪了起来，他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。秦冉，你不要这么无理取闹，这样我会讨厌你的。对他的喊声，我充耳未闻，只是冷眼看着这一幕。我说了一切从毁掉温逸开始，那我就绝对不会手软。撕了温逸的衬衣，被暴力撕开，他终于妥协的喊着：“我去扒，我去！”我一个眼神，保镖立即放开了温逸。韩昭昭坐在地上，抬头看到温逸朝他走来，他瞪大了双眼：“温逸，你想干嘛？他该不会真的想扒了他的衣服吧？”我站在一旁，拿着手机，安静的拍着这一幕。韩昭昭坐在地上，恐惧的往后挪着：“温逸，你不要过来，你不可以这样做。”温逸有点不想下手，可是回头看了眼虎视眈眈的2个保镖，他一咬牙，手就伸向韩昭昭：“温逸，你放开我！”韩昭昭顿时就挣扎了起来，还用手抓伤了温逸的脸。温逸他直接一巴掌狠狠扇了过去，又不是没被我看过，还装什么纯？韩昭昭没想到他竟然说出这种话来，又委屈又生气：“温逸，你混蛋！”温逸看他2边脸都红肿起来，又知道现在秦氏集团掌握在他爸手里，这个也不能得罪太狠了。昭昭，你别生气，我这也是为了我们好，不然我们2个都被扒光就不好看了。温逸说着，俯身凑在他的耳边低声说话：“等一会我把他哄好，再收买2个保镖，直接当场办了他替你出气，拍下视频，明天跟他退婚，到时候秦家都是你的，再把他嫁给一个老头。”我脸色越发的冷，让人看着就发怵。温逸，你还不扒？难道还要调情吗？温逸后背一冷，然后他的手用力一撕。韩昭昭错愕地看着他：“温逸，你不可以这样。”温逸可不想做那个被扒的人，所以不管韩昭昭怎么哭喊，他很麻利快速的把韩昭昭最后的遮羞布都给扒干净了。韩昭昭蜷缩着身体，哭得断断续续。温逸抬头看着我，忍着恶心说：“你看，我最喜欢的
还是你，不然怎么会这样对他？他上前要去拉我的手，却被我躲开。冉冉，你要相信我的真心，别生我的气了，好不好？我冷然看着讨好的温逸，实在让人恶心反胃。我吩咐着把他也扒了，衣服拿走。温逸一听脸色大变，秦冉，我说着转身就走，回到玉水湾，来到房间，看着紧闭双眼的沈星回，我掀开被子躺了上去，从身后轻轻地抱住他，小脸紧贴着他宽厚的背，感受到他身体的僵硬。我浅浅勾唇，阿回，我回来了。他肯定没有睡着，却因为我一句话，乖乖地躺在床上，这就是宠我入骨、爱我如命的沈星回啊！沈星回的身体很僵硬，甚至还有些颤抖，他没有睁开眼睛，怕一睁眼我就消失，只要睡着，安然就会回来。他要睡觉，他要乖乖地睡觉。我紧紧抱着沈星回，感受着他的体温，很踏实，很有安全感。只是他不说话也不动，一直僵着身体，体温越来越高。我感觉不对劲，去扳沈星回的身体。阿回，我回来了，你睁眼看看我。沈星回双眼紧闭，就是不睁眼。我把手放在沈星回的额头，那体温高的吓人。再看他的脸红彤彤的，像是要滴血一样，发高烧了。我赶紧打了孙浩然的电话，阿回高烧了，叫郑医生来。挂完电话，我要去弄湿毛巾给他物理退烧，可我才一动，就被沈星回紧紧抓着手，他手的温度也烫得惊人。阿冉别走，我不走，我去弄毛巾。沈星回依旧闭着双眼，抓着我的手不放。阿冉，我乖乖睡觉了，别走。他声音低低的，再也没有醒时的冰冷渗人，前后的差异让我的心更是揪疼。我温声细语的哄着，我不走，你听话放手，我只是去拧个湿毛巾，别走。昏睡的沈星回依旧不放手，只这一句话，我声音低低的哄着他。孙浩然进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的侧头看了一眼外面黑乎乎的夜色，难道明天太阳要打西边出来？所以我还会这么温声细语，满是温柔的哄着三爷。我抬头看他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打水，先给阿回退热。不管我怎么哄沈星回，他就是不放手。孙浩然回神，赶紧去拧了湿毛巾过来。我刚把湿毛巾敷在沈星回的额头，郑医生就过来了。郑医生从医药箱里拿出体温计，甩了甩，把体温计塞到沈星回的腋下。过了一会再拿出体温计，39度5。看到飙升的体温计，我倒吸了一口气，心疼的眼眶都泛眼泪了。郑医生从药箱里拿药出来，先吃退烧药，1个小时后再看。郑晓峰看着昏睡的沈星回，很为难，不过他自我催眠的昏睡，叫不醒啊，醒不来就吃不了药。孙浩然也担心，三爷催眠过，很难叫醒的。我想了一下，冷冷开口，沈星回，你再不醒我就走了。自我催眠的沈星回在他耳边敲锣打鼓都醒不来，你一句话就想叫醒他。郑晓峰话还没说完，就看到昏睡的沈星回缓缓地睁开眼。孙浩然默了一下，今晚郑晓峰被打脸了。沈星回睁眼直勾勾地看着我，并不说话。在他眼里，我像镜花水月，一碰就消失。我把沈星回扶起来，靠坐在床上吃药。沈星回皱眉看着我白嫩掌心的药丸，苦不吃。郑晓峰，三爷怕苦，你这样他也不会吃药的。我看着沈星回，你乖乖吃药，我给你吃糖。他又不是小孩子，这样哄就会吃。郑晓峰再一次没说完，就又被打脸了。沈星回面不改色的吃了药，水都没喝，直勾勾的看着我。糖，我轻笑，然后轻身上前吻上沈星回的唇，再用舌尖撬开他的唇齿。沈星回浑身一僵，然后轻轻的把我给推开。他不想把病气过给我，我就笑着问他甜吗？沈星回轻点头，甜。我端了水给他，那你把水喝了，躺着睡觉，等你醒了还给你糖。他乖乖吃药喝水，还躺下盖被子。沈星回紧握着我的手，冷下眸子，秦冉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不会放你离开。如果你一直逃跑，那么……他顿了顿，声音更是冰冷，充满了杀气。我不会放过秦家和瘟疫。我笑着给他掖被子，等你好了，我跟你一起对付他们。秦家现在都被父亲秦风和后妈给掌控了，就算沈星回不出手，我也要出手的。我低头亲了亲沈星回的额头，快闭眼睛睡觉，不然我要生气了。沈星回闭上眼，不再去想我的温柔是真是假，因为就算是假的，他也甘之如饴。秦晓峰和孙浩然看着连续的亲亲，还有温声细语的轻哄，整个人惊呆了，所以识相的出门了。等门关上，我收了笑容，看了眼装睡的沈星回，我掀开被子躺了上去。沈星回的身体微僵，不敢动弹，怕我发现他没睡着而生气。阿回抱我，我拉起他的手，再窝进他的怀里，两人紧紧相拥，空气都带着躁动，温度都在高升。沈星回闻着我身上淡淡的清香，一颗躁动的心瞬间就不安分起来。秦冉，你去别的房间睡。我动了动身体，想在他怀里找个舒服的姿势。沈星回只觉得隔着薄薄的衣服，两人肌肤在蹭着，他倒吸了一口气。阿冉，别乱动，我有点委屈，我只是想找个舒服的姿势。我突然说不下去了，一张小脸渐渐的红了起来，因为我感受到沈星回身上的武器，我只是动了动，他就有反应了。沈星回太坏了。沈星回看我僵着身体，不敢再乱动，而他也听到了砰砰砰的急促心跳声，这让他也起了坏心思，把身子更是贴紧了我，还动了一下武器。我的脸瞬间红得快要爆炸了。沈星回，你不要动。沈星回不自觉地勾起唇角，我也只是想找个舒服的姿势。学我的话，我脸红扑扑的，快要滴出血来一样。沈星回挪动着身体，把下颌轻轻抵在我的头上，闻着我身上的清香，黑暗地世界瞬间就明亮起来，有阿然的感觉，真好。突然的安静让我有些不安，怕他又多想了。阿回，快睡觉吧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沈星回沙哑着声音，睡不着。我感觉到他又用坏坏的武器，坏坏的撩我了，我脸红得快要爆炸。你快睡，等你病好了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为所欲为？沈星回喉结都不自主地滚动起来，我害羞地嗯了一声。总之你快睡觉，爱人在怀，从未有过的乖巧甜蜜。沈星回舍不得睡，也被聊得很躁动，还是睡不着。他的身体也是被我聊得快要爆炸了。我想了一下，然后转身仰头看他，我温热的呼吸就喷在他修长的脖子上。沈星回的喉结滚动越快，呼吸也越来越急。阿冉的一举一动都无形中在撩着他。我仰头亲了一下他的唇角，乖乖睡觉，等你好了，我们深入的亲亲。阿冉，沈星回在我腰间的手不由得紧了一些，因为我撩着他，每
一个神经都为我发狂。我又背对着他躺，然后小手放在他的手背上，快点睡，我给你唱歌。我怕沈星回又自我催眠的睡觉了。我想了想，开口低低的轻唱，睡吧，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。在我的轻唱中，沈星回躁动的心渐渐平静，长久的不眠和疲劳让他渐渐入睡，只是那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舍不得放手。这边安静入眠，还带着点小暧昧。深夜，他们在入眠，网上却是掀起了一片热搜浪潮。新小花旦韩昭昭是坐台女，温家三少订婚后还去酒店开房。温逸和韩昭昭因深夜被捕，各种不堪入目的照片和视频纷纷传到了网上，引起了网络大爆炸。而当事人温逸和韩昭昭却光着蹲在墓园里，搂抱在一起。韩昭昭哭着问：“不是说你会哄好秦冉，然后他被办吗？为什么是我们被扔在这里？”2个保镖把他们的衣服拿着就走了，别说让他收买了，人家多看一眼都嫌弃，连手机都没留下，1分钱都没给他们留。今晚他们要住在阴森森的墓园里了。第2日我刚醒来，就感受到沈星回的目光，我把手放在他额头上，退烧了。沈星回冷冰冰的嗯了一声，然后坐起来要下床，我伸手拉住他。阿回，还没有早安吻。沈星回低眸看我，我轻身上前勾住他的脖子，直勾勾的看着他。昨晚说了，等你病好了，我们就深入的亲吻，像这样。我说着，低头吻住他的唇，然后舌尖撬开他的唇齿，攻城略迟。沈星回先是一愣，然后强行推开我，先说你的目的。话还没说完，我就又亲了上去，以唇封嘴。沈星回再次把我推开。秦冉，你不要再撩火。我看着他，你会接吻吗？沈星回无语，我到底有没有听他说话？我伸手抬起他的下巴，不会接吻，那我教你啊。我挑眉笑着。沈星回看着恍若变了个人的我，脑疼得很。秦冉，你能不能先说你的要求？我觊觎你的美色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说着又低头吻住他的唇，这次我更加霸道和强势，霸道中又带着温柔，从未这样吻过。可以说在昨晚之前，还是初吻的沈星回被亲的完全反应不过来，猛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渐渐的找到主动权，反吻回去只是生疏而磕磕绊绊的，一不小心还咬到了我的唇瓣。我痛得低叫了一声。沈星回迷离的双眼瞬间清醒，他紧张的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我摸了摸唇，笑看着紧张的沈星回：“阿回，不要说你以前没接吻过。”沈星回脸上的红晕一路蔓延到了耳根子后面，因为生疏的亲亲，结果把阿冉的唇瓣咬了，这简直太丢人了。我更是凑近沈星回，看着他白皙的脸，快红透了。昨天晚上你是初吻？沈星回低头看我，脸更是红了。他轻点头嗯了一声，又猛抬头看我。我吻得很熟练，而他只能被迫的跟着我学，所以我跟温逸想到那个可能。沈星回猛地屏住呼吸，不敢再想，不能想那个可能，他会极度死的，他会发疯，会派人去把温逸的嘴给缝起来。极度的沈星回猛地把我扑倒，吻住我的唇。这一次他小心翼翼，温柔如水，把我里里外外吃了个遍，直到我身上全都是他的气息，沈星回才放过我。他霸道的抱着我，你身上只能有我的味道，这是吃醋了，嫉妒了。我笑着抱住他，昨晚也是我的初吻。沈星回眼里破碎的光瞬间明亮了起来。我没被温逸亲过，熟练是因为在梦里和你亲过太多次，所以现在实践一下。我手指放在他的薄唇，轻轻地描绘着他的唇形，跟梦里一样，很甜，很好吃。我轻咬沈星回的下唇，我想吃一辈子，不想生生世世都吃这样的甜。一句话聊得沈星回心都荡漾起来了。阿冉，沈星回想要加深这个吻，却被电话铃声给打断了。他皱起眉头，谁坏了他的好事？我看着来电显示，是我爸爸韩风打来的电话，刚接通就响起韩风的咆哮声。秦冉，看你做的好事，你姐都被毁掉了，有你这样做妹妹的吗？为了挽回你姐的形象和名声，还有秦氏集团的损失，昭昭会去迁户口，改姓秦，以后她才是秦家大小姐。还有我们会宣布，温逸才是跟昭昭订婚的，而你才是想抢姐夫的小三。我拿着手机问道，最初跟温逸订婚的是我，现在你们临时改订婚对象，还说我是小三，就不考虑我的名声吗？这是我给他最后的机会了。韩风沉着声，你一个乡野村姑，哪有什么名声，比得上你姐重要？我呵呵冷笑着，我不会同意的。韩风直接强势的命令，你不同意也得同意。温逸一开始订婚对象就是你姐，不是你，而你也要宣布昭昭以后姓秦。我冷笑反问，韩昭昭她配姓秦吗？韩风被我转变的态度给愣住。我嘲讽的笑着，韩风你只是一个上门女婿，我是跟我妈姓，秦氏集团也是我的，韩昭昭是你的私生女，她身上没有我妈的血，她配姓秦吗？你配掌权秦家吗？上门女婿一直是韩风的心尖刺，是他的耻辱。韩风大怒，秦冉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我轻笑，韩风你是上门女婿，别妄想图谋秦家的东西，他永远姓秦，你们不配。我抬头在沈星回的脸上重重的亲了一口。沈星回低头，眸色晦暗不明的看着我。韩风听到声音咆哮出声，秦冉你在跟哪个男人鬼混？你给我滚回来！我挑眉，沈星回啊，你一直想高攀，却高攀不起的三爷啊。沈星回惊讶的看着我，我竟然跟家里人说起他。韩风呵呵冷笑着，秦冉你说大话之前照照镜子，三爷会看上你，别做梦了。你给我10点到温家，今天直接给昭昭和温逸办订婚宴，你要是听我的话，我就给你安排好点的男人嫁了，不然。他冷哼了一声就挂掉了电话，强势的不给我拒绝的机会。我看着录下来的录音，挑眉笑着，温逸的订婚宴呀，真是打脸好时机啊，送上门的大型打脸现场，我怎么会不去呢？我转头看沈星回，沈星回阴沉着脸冷冰冰的说，不许去。他只听到我说话，没听到电话那边的话。但是温逸的订婚宴，订婚对象可是我，所以昨晚和早上的讨好都是为了回去跟温逸订婚。我扯了扯沈星回的衣角，软糯
撒娇。阿回，沈星回低头看着我的手，不为所动。不可能，撒娇也没用。我搂着沈星回的脖子，在他脸上亲着。阿回，让我去吗？沈星回还是无动于衷。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。阿回，沈星回掰开我的手下的床，他低眸冷然看着我。你要是跑去温家订婚宴，我就叫人炮轰了温家。我站起来，然后直接跳向沈星回。沈星回看着，立即伸手抱住了我，手还拖住了我。我搂着他的脖子，低头亲了一下他的唇。秦冉，你亲多少次都没用，我是不会放你走的。我捧着他的脸，低头又是亲了一下他的嘴。一个亲亲不够，那就2个亲亲。沈星回沉了脸。秦冉，我为了离开，所以在卖力讨好他吗？我捧着他的脸，亲着他的嘴。我去跟温逸退婚，不是去订婚。沈星回猛抬头看他，退婚，我是为了离开才说这话骗他的吧？我又亲了他一次，去退婚，然后我们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一起。秦冉，沈星回坚定不放我走的心开始动摇了。我捧着他的脸，低头直勾勾的看着他。阿回，你就信我一次好不好？软糯的声音还带了些委屈，似乎他不答应，下一秒我就会哭出来。沈星回最受不住服软的我，再亲你一次我就同意，好不好？我说着，又在他唇上吧唧了一大口。沈星回服输，不行，怎么说也要再亲一次，不然显得他太好说话。我捧着他的脸，像小鸡啄米一样，在他唇上亲了一口又一口，好不好吗？阿回，亲爱的，我使出绝招，老公，老公这个词让沈星回忘记思考，脱口而出。好，刚说完，沈星回就有点想反悔了，他这答应的也太快了。听他答应，我开始的更是捧着他的脸，狠狠地亲了他一口。阿回，你真好，爱你，爱你，么么哒。沈星回听着我这句话，就觉得这样宠着我也不是不行，大不了我跑几次他抓几次，就当玩游戏好了。我很开心的去衣柜拿衣服。阿回，你帮我订很多烟花爆竹吧，我到了小区就要放鞭炮，一路庆祝退婚。对了，还要做拱门，就庆祝秦冉和温逸退婚那种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没听到声音，就回头看沈星回，我抬头就看到一汪鼻血从沈星回的鼻子上流出来了。你流鼻血了？我赶紧去拿纸给沈星回擦鼻血。快仰头，怎么流得越来越多了？你怎么流鼻血了？我抽着纸，踮着脚尖着急的给沈星回擦鼻血。沈星回没有仰头，而是低头看着我，就这样清凉的站在他的面前，血气方刚的他越看越上头，一上头鼻血就流得更汹涌。沈星回沙哑着声，你把衣服穿上应该就没事了，不然他的鼻血止不住。我一听，低头看了一眼自己，我换衣服，所以沈星回这个小纯男受不住的流鼻血了，我脸不由得红了起来。不过我不急着穿衣服，而是给他止鼻血。那你多看2眼习惯一下，不然以后你岂不是看一次流一次鼻血？沈星回受不住我这样的虎狼之词，怕忍不住直接把我给扑倒，他拿过纸自己堵住鼻子。我去卫生间，你趁我后悔之前赶紧离开。我看沈星回像受惊的小兔一样跑进了卫生间，就忍不住的笑。我换好衣服，没有急着离开，而是在等沈星回。不过等了好久，沈星回都没有出来，我有些急。阿回，你还没好吗？沈星回道，没有，你趁我反悔之前离开。我听到他的呼吸不太对劲，很担心。阿回，你没事吧？你呼吸不太对，是不是伤口又痛了？沈星回说，我没事。我听到沈星回的声音，更是担心，直接开门进去。阿回，沈星回没想到我会开门进来，整个人愣了一下，他赶紧拿着浴巾裹身，红着脸低吼出去。他被我聊得火起，我看着只围着浴巾遮羞的沈星回，我的脸瞬间红到耳根子下，更是快要滴出血来。你继续。我红着脸退了出去，还关上了门，噔噔噔的下楼了。其实小纯情的沈星回也是个大闷骚。楼下的孙浩然看到像被饿狼追赶的我，秦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哼一声，强装镇定，没事，你帮我办点事，买点东西。孙浩然点头。三爷呢？提到沈星回，我的脸更红了。他也没事，就是有点上火。你去给我找婚庆公司，反正就是庆祝就行。孙浩然瞪大双眼，三爷都伤成那样，还发高烧，还那个，我看他震惊的眼神，脸更是红了。不是跟阿回用的，孙浩然，不是跟三爷用的，你叫我去买，这就更过分了。我见解释越多，误会越多。总之你去给我买，买超级多，然后再买很多的妇炎洁。孙浩然一开始都听懵了，后来越听越猛。秦小姐，您到底要做什么呀？我挑眉笑着，当然是去虐渣。你快去吧。对了，那些拱门都要做，越多越好。我吩咐着。孙浩然一脸懵逼，他记了下来，转身出门。我吩咐完，没看到沈星回出来，在想着刚才的事，也确实太尴尬了。我给沈星回发微信，房间里的沈星回看着信息，我出门了，你乖乖在家等我回来，不许去公司，要多休息。沈星回心里甜滋滋的，忍不住勾唇笑着。阿冉，只要你肯回头，我永远都在你身后，也永远相信你。只要我还在，他永远守护我，用他的命来保护我，宠爱我。温家，温逸和韩昭昭是在早上的时候被去上坟的人看到的，他们俩一回来就被臭骂了一顿。温父指着温逸的鼻子骂，跟你说过多少次要收敛，结果呢？现在你们在墓园的视频又被报到网上去，你们真是。温母给温父顺着气，这又不是温逸的错，还不是那个秦冉，秦冉那就是一个乡野村姑，上不得台面。昨晚肯定是他举报的温逸，都是他的错，他才是该被扒了，扔到墓园去。温逸赞同的连连点头，都是秦冉的错，视频肯定也是他放上去的。爸，你不能只骂我，秦冉的错凭什么他来承担？韩风也对温父说，温逸说的对，事实已成，再骂也无济于事，还是先补救吧。温母说，订婚宴已经在办了，还是出去接待宾客。温父深呼吸一口气，才压下怒火。今天不管说什么都是秦冉的错。他看着韩风，我不管你们怎么说，必须维护温逸的脸面，让秦冉承担一切后果，身败名裂。韩风点着头，秦冉那边我已经说好了，今天过后就让秦冉净身出户，不会让他纠缠温逸的，得到保证。温父脸色这才好了许多。楼下的宾客不仅宴请了很多锦
锦城的上流社会人士，也因为昨天的事，还邀请了媒体记者。温逸和韩昭昭携手下楼，面对记者，今天很高兴大家来参加我和昭昭的订婚宴，很抱歉以这种形式突然的举办订婚宴，实在是迫不得已。各位记者有什么要提问的？今天我都知无不答。记者问道：昨晚温三少和韩昭昭在酒店被抓，是怎么一回事？温逸微笑：这是个误会，昭昭是我的未婚妻，我想我们就算不合法，也是不违法的。记者说：温三少不是跟秦家小姐订婚吗？为什么会变成韩昭昭呢？温逸回道：订婚对象一开始就是昭昭，从来没有变过。至于秦小姐，她很是苦恼，可能因为我对她伸出援手，误以为我喜欢她，所以有些纠缠。昭昭心善，不想破坏她的名声，就没有揭穿这件事。韩风解释，其实昭昭早就改姓秦了，只是叫习惯了没有改口。昭昭才是秦家大小姐，温逸的订婚对象是她，不是小女儿秦冉。韩昭昭面对镜头温婉一笑，秦冉是我妹妹，我让她是应该的，只是感情这件事我没办法让给她，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去打扰秦冉，她还小一时犯错，才传出温逸是她未婚夫的谣言。在这里，为了补偿秦冉的感情受伤，我愿意放弃继承秦家财产。他们三言两语就轻松地改掉温逸跟我订婚事实，还说我才是做小三的那个人，而韩昭昭他们则成了受害者，还大方原谅我的好人。噼里啪啦，就在韩昭昭他们快要洗白的时候，外面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炮竹声，同时还响起了冲天的喇叭声。恭喜秦冉退婚温逸，说一声恭喜，红包见者有份。温府听到这广播的声音，顿时就愣住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管家立即出去了解情况。噼里啪啦，炮竹声依旧不断，喇叭声又响起来，恭喜秦冉退婚温逸，说一声恭喜，红包见者有份。众多宾客听到这广播声，也都好奇不已，一边朝外面走着，一边议论着怎么回事。秦冉退婚温逸，可今天不是韩昭昭跟温逸的订婚宴吗？这温逸到底跟谁订婚了？温府听到这些，脑袋疼得厉害，匆匆地跑到外面看着，不看还好，一看血气冲天，差点没把他给气晕过去。只见外面长长车队，每一辆都是100万以上的豪车，每一辆豪车都装饰着各色菊花，还有黑色的布饰。这些装饰说他是送婚车队说得过去，说是像送葬车队也对，毕竟菊花和黑色都是给死人的。但每辆车上都贴着醒目加粗的字帖：秦冉谢温逸不娶之恩，秦冉退婚温逸。而且车头上还放着温逸和韩昭昭穿着清凉拥抱的黑白照。温逸和韩昭昭看到这黑白照，再看这架势，那是头顶生烟，差点气晕过去。更觉得是各种喜气的拱门，在工人的帮忙下冲天而起，庆祝秦冉退婚成功温逸，恭祝秦府退婚温府。还有恭祝的对联，上联温渣温逸渣温渣渣，下联韩表昭昭表韩表表，横批渣男表女。看到这些，温逸跟韩昭昭差点气晕过去。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，顿时笑出声，这是谁搞得简直太有才了。车子慢悠悠的开了过来，终于停了下来。温逸愤怒的跑上前，一把拉开车门，怒骂秦冉，你这个疯子。才刚出口，温逸看着后座的女人，惊艳的瞪大了双眼。温逸突然感觉心跳加速，还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，这笑容美得太勾魂。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温逸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超级大美女，说话止不住的结巴，我刚那话不是说你，我是说秦冉，她是个无敌丑女。我没说话，只是优雅的下车。温逸吞了吞口水，掏出一张名片给眼前的大美女，美女，这是我名片，今天这是有误会，你不要相信那个丑女说的话，以后我再跟你解释。我现在先去找那个丑女算账。我低头斜睨着她，没有接过名片。司机匆匆下车接过名片，然后扔到了地上。温逸瞥了眼，他跑去开后面的车门，开一辆就喊一句：秦冉，你给我下车。秦冉有本事来抢婚，你有本事就别下车，别躲着。秦冉，你这个丑八怪，丑人多作怪。韩风看到我下车的一瞬间，惊得瞪大双眼，满是慌张和恐惧，就像是白天见到鬼了一样。只因眼前的女人一举一动像极了他的亡妻。我抬脚，步步风情，却又带着冷然气势，走到韩风的面前。原来爸爸还记得我妈哦。我眯眸笑着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午夜梦回厉鬼索命的惦记呢。听着我的声音，韩风的脸色更是变了。你是秦冉？这话一出，让所有人全都震惊地看向了我。身材高挑，美到窒息的女人，竟然是传闻中那个秦冉。秦冉在哪？那个女人在哪？温逸没有找到人，又跑回来，正好听到我的名字，秦冉，你给我出来！今天我要你爬着出去！有个女人听不下去了，她指着我对温逸说：她就是你口中的秦冉。温逸顺着抬头看去，看着大美女，皱起了眉头。你是秦冉？我还没回答，温逸就呵呵嘲讽地笑着。她要是秦冉，我吃狗屎！秦冉长什么样，我们没数吗？温逸今天被这一幕幕给气得忘了维持儒雅的气质，开口各种难听的话，因为她已经被气得没理智了，只想抓住我，把我给掐死算了。我扬唇，那你去吃狗屎吧！我的声音一出，温逸不相信地摇头。你是秦冉？不可能，你绝对不可能是秦冉，你是假的。秦冉明明就是个丑女，如果秦冉长这样，她就不会去勾搭韩昭昭了。就算秦冉没钱，她也要了。我微笑着从手包里拿出了身份证，证明自己的身份。我想不用身份证，在座各位都知道我是秦冉。温逸看着我的身份证，确实是我。温逸抬头愤愤看着我，你竟然骗我！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我是长这样，他就真心喜欢我了，而不是白白用我那装出来的丑样，恶心了他1个月。温逸很生气很愤怒，他感觉到自己被欺骗了。韩昭昭看着盛装出席的我，恨得咬牙切齿，不仅因为昨晚被拘捕了，还被扔到了墓园，更因为今天是他的订婚宴，而我来搞破坏了。韩昭昭深呼吸一口气，她上前走到我的面前，妹妹，你今天盛装打扮的来参加我的订婚宴，我很开心，不过你找的哪个化妆师介绍给我，我也想逆袭变成大美女。这个仿妆画的可真好。有人听懂了韩昭昭话里的意思，秦冉画的是仿妆啊，好逼真，太美了吧，这化妆师好厉害，我也想知道是哪个化妆师。韩昭昭一句话，轻轻松松的就把我的美是用化妆品装出来的。我抬眸问谁有卸妆水，有个圆脸女孩非常主动的拿了小瓶卸妆水，我笑着说谢谢。1分钟后，白嫩的皮肤被擦得有些泛红，而卸妆棉依旧白净。我笑看着韩昭昭，不好意思，我素颜出门
门，韩昭昭看着干净的卸妆棉，像是无形巴掌，啪啪啪的打在了他的脸上，让他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自己妆浓的跟刷白漆似的，竟然说素颜的秦冉是仿妆，我都替他脸疼，都想挖个坑埋进去了。曾经说是演艺圈第一美女的韩昭昭，在秦冉面前，真是连她一个毛孔都比不上。胡说，秦冉哪有毛孔？韩昭昭不配跟这样的毛孔比。人群中夹杂的声音让韩昭昭的脸色更加精彩，她努力的笑着，妹妹以前故意装丑，现在却卸掉丑妆，来我的订婚宴，应该不是为了抢婚吧？韩昭昭挽着温逸的胳膊，温逸不是只看脸的，妹妹还是放下心思祝福我们吧。我是来祝福的，还送了祝福大礼。我说着拍了拍手掌，保镖抱着一个大箱子上来，让人瞪大了双眼，好奇里面会是什么礼物，打开送他。保镖打开箱子，韩昭昭和温逸倒吸一口凉气，里面全是蓝精灵。结果韩昭昭和温逸就被倒了一身，特别是韩昭昭露在外面的肌肤被刺到了，而尖锐的叫了起来。韩风看着他俩埋起来的蓝精灵，气得浑身发抖，他吼着：秦冉，你做什么？来大闹订婚宴，很好玩吗？没错，我送出去的第一个礼物就是让孙浩然买了超多的蓝精灵。孙浩然让人买了很多，几乎清了一个库存，现在一下子全都倒在了韩昭昭和温逸的身上，埋了他们半个身子。我微笑着，他们关系那么好，给他们买点蓝精灵，不仅避孕，还防止传病给别人。这话说的，我抬手上第二件礼物，这次是2个保镖扛着一个大箱子上来了，上面还放着一个香槟。我拿过那瓶香槟，笑看着韩昭昭，我祝你们婊子配狗天长地久，别再出去祸害别人。说着，我对着他们打开了香槟。韩昭昭和温逸又是被溅了一身，叫声更大势起来，清爽浓重的味道让众人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保镖拿掉箱子，露出一个大桶，我挑眉喊着：大家让开，要给他们洗洗更健康了。听到这话，宾客立即往后退着，下一秒，保镖拿着大桶，然后用力的泼了出去。不明的液体倾泻而来，温逸和韩昭昭没有躲开，他们身后的韩风、温父、温母也都被淋了一身，不仅衣服都湿了，脸上的妆容都花了，露出他们丑陋的样子，狼狈到极致。韩昭昭的声音尖锐到了极致：秦冉，我要杀了你！温府大叫：保安，保安，快把这个女人给我轰出去！保安不敢动，有大佬吩咐了，就是要让我在这里为所欲为。空气中都是浓浓的一股味道，不会臭，还有点药香的清凉感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有人不懂就问，闻味道应该是妇炎洁。哈哈哈，这个秦冉真是绝了，又是蓝精灵，又是妇炎洁，真是洗洗更健康啊！妇炎洁做什么用的？然后人群中就有人科普妇炎洁是干什么用的。听完后，宾客都忍不住想要竖起大拇指，这个礼物绝了！韩风那叫一个火冒三丈。秦冉从一开始要跟温逸订婚的是韩昭昭，不是你。今天就算是你把天给闹翻了，温逸也不可能跟你订婚。韩风痛心疾首地说：冉冉，爸爸是亏欠你，可你姐也说了，她可以放弃财产继承，但绝对不会让你抢走温逸的。你还想怎么样？温母，秦冉别做不成小三，就做凶手。我们温家订婚对象从来不是你。我扬唇冷笑，既然你们这么肯定，那我要放证据打脸了。说着，我拿出手机，点开韩风给我打电话的通话录音。听完这些录音，众人纷纷看向了韩风。从一开始就是温逸跟我订婚，而出了那样的丑闻，才会让韩昭昭顶上。众人纷纷摇头，把私生女当个宝，亲生女当根草，这样的父亲也是稀有物种。刚才那对联是真绝，韩表表没错了。除了秦冉，温家和韩家2家人都表气冲天，众人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现在纷纷指责。韩风面色铁青的看着我，他怎么都没想到我竟然会录音。我挑眉，不录音怎么让人知道真相？韩风气得差点被晕过去。我转头瞥着韩昭昭，挑着眉道：抢准妹夫的你不给个说法？韩昭昭怒瞪着我，脸都快扭曲了。我和温逸从小就认识，如果你没回来，订婚的就是我了。说到底就是你抢了温逸，你才是那个小三啊！他话音刚落下，脸上就重重的挨了一巴掌。秦冉，你打我！韩昭昭怒吼了一声，扬起手就冲上前要去打我。我冷眸一抬，抬脚狠狠一踹，砰的一声，韩昭昭被踹倒在地上，整张脸贴在地上，而地上还有着妇炎洁的液体。秦冉，韩昭昭发疯了一样的咆哮着，我上前一脚踩在韩昭昭的脸上，把她狠狠地踩在地上。韩昭昭，你要渣男我给你，但是休想改姓，夺我秦家财产。秦家是我秦冉的，而你不配姓秦。韩风看着心疼不已，立即冲上去，秦冉，那是你姐，你个混账！韩风怒骂着，扬手就狠狠地打向了我。我冷然抬眸，扬起手中的香槟瓶，啪的一声，韩风扬起的手狠狠地落在了香槟瓶上，痛得他捂着手在哀嚎。秦冉，你个混账，你连亲爸都敢打，你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我举起手中的香槟瓶，直指韩风，你要是再过分偏心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大义灭亲。韩风都被我这样的气势给震慑到了，我收手，低头冷然看着韩昭昭，把香槟瓶抵在了他脸上。小三的下场是要当街被扒光的，我已经手下留情了。韩昭昭动都不敢动，生怕我直接砸下来。温母大声喊着，保安，给我抓住他送警察局，谁出手就给谁1万。我抬头看着围上来的保安，我拎着香槟瓶，挑眉冷然一笑，正好试试我的打狗棒法。保安想赚那1万块钱，想着我一个娇气的女人，一只手就能把我给拿下了，于是保安冲我伸出了手，就是要抓我。我冷眸一抬，看着过来的保安，拎着香槟瓶左一个右一个，这边一个过肩摔，那边一个飞毛腿，砰砰砰，我的速度非常快，出手快准狠，不到1分钟，几个保安被叠罗汉一样打趴在地上，哎呦哎呦的痛叫着。我挑眉轻扫了一圈，勾唇一笑，还有谁要来抓我的？我奉陪到底。我挑眉看向温母，温母被我凌厉的眼神给震慑的浑身一震，浑身汗毛都起来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温逸是不会跟你订婚的，就算你这样欲擒故纵也是没有用的，你就是个扫把星我冷冷地扔出手中的香槟瓶，砸在了温母的脚下。温母吓得紧闭双眼，那声音叫得跟杀猪似的。我是来退婚的。我走到温逸的面前，把我秦家的祖传戒指还给我。当年顾兰跟温母是好闺蜜，所以就定下娃娃亲，而秦家的祖传戒指就是订婚的信物。温逸抬
抬头看着我，看着这张脸，让他喜欢的不得了。秦冉，这件事，我轻笑着打断他，怎么？你要说是韩昭昭勾搭的你，还是你想说误会？别用你亲过他的嘴来说喜欢我，很恶心。温逸沉下了脸，秦冉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大家给个台阶就行。我知道你是欲擒故纵，以退为进，你就想引起我的注意，我不想听他恶心叨叨，直接捞起地上装傅炎洁的大桶，然后一把扣住。温逸瞬间被扣得跌坐在地。秦冉，温逸被扣在大桶里，周遭都是傅炎洁的那一股怪味。我直接优雅的坐下，把温逸镇压着。温逸被困在里面憋屈得很。我挑眉看着温府，你们说一开始要订婚的对象不是我，现在我来退婚了，那么你们温家就应该把订婚戒指还给我。我轻笑了一声，我想你们温家不会贪了那价值10亿的北朝古戒吧？温家还真想贪了那价值10亿的古戒，要不然怎么可能我一回来温逸就上门提亲？本来他们想好韩昭昭改姓韩之后一样订婚就可以拿下古戒，没想到我会这么大张旗鼓的来退婚闹事，不过是一枚破戒指，我们当然不会贪。温父刚想叫人去拿戒指，却听温母尖锐出声，凭什么把戒指给他？那是我们温家应得的。我皱眉看他，这么没脸没皮。温母怒视着我，这是你给我家温逸的精神损失费，因为温逸和你订婚，还有昨晚到现在发生的事，都是你的错，你损害了温逸的利益，还有对他的精神进行了伤害，你就要补偿他的精神损失费。温母上下打量着我，然后用施舍的口吻说话，我看你还小，也拿不出钱，所以拿戒指抵消就好。我很开恩了，见过不要脸的，也没见过他这么不要脸的。我侧头问保镖，傅炎洁还有吗？有。保镖回答完，又立马去搬了一大桶上来，孙浩然特意吩咐的，所以他们把全城的傅炎洁都买了，不说装出个太平洋吧，装出一个小游泳池还是可以的。温母还恐惧着，整个人就往后退，不过我一伸手揪住温母的衣领，把她拉出过来，然后抓着她的头发，麻利的把她摁到大桶里面。垃圾，洗洗吧。温母被摁得措手不及。这边温逸刚要站起来，我就松手又坐下去，又被扣回地上的温逸叫了起来，秦冉，你个疯子！温母抬起头来，衣服都湿了，她抖着身体指着我，我要报警抓你！我挑眉冷然打断她，我可以告你勒索我10个亿。温母被气到结巴，我优雅高贵的微笑，你说要判多少年？那可是高达10个亿的勒索罪。温府不想看到闹剧，把锦盒递给我，戒指，退婚，以后再无半点关系。他怒视着我，以后你秦冉不要来攀我温家的关系，是死是活跟我们都没有关系，她不过是一个乡野丫头，爹不疼后娘不爱的，没了温家做靠山，什么都不是，今天不过是她逞能而已。我检查过后，确实是韩家祖传戒指。我轻笑着站起来，记住，是我退婚温逸，不是你们退婚。温逸终于能站起来了，他指着我骂，秦冉，要不是我眼瞎跟你订婚，你当谁会看得上你？我告诉你，除了我没人敢要你。我挑眉，不好意思，全世界最尊贵的男人沈星回会娶我。我这话一出，全体静寂了3秒钟，然后温逸大笑出声，笑得十分疯狂，其他宾客也都忍不住的笑出声来，十分的嘲讽。谁人不知沈星回不近女色，接近他的女人都没好下场。秦冉这是多想不开啊，说什么大话不好，非得吹沈星回这个牛。沈星回在锦城可是让人闻名色变的风云人物，特别是让女人听到这个名字又爱又恨，爱的是沈星回长得好看又有钱，恨的是沈星回不喜欢女人。有个女人故意泼酒到他西装裤上，想勾搭他，结果被爆黑料进了监狱，那个女人至今还在监狱里呢。一个是女人如洪水猛兽的沈星回，要娶她，这真的是比太阳打西边出来还要高。我挑着眉把戒指收好，我退完婚了，你们可以继续订婚了。我抬头对众宾客说，对了，你们记得要恭喜我退婚，因为我垂眸一笑说，只要恭喜就可以跟韩氏集团、沈氏集团合作哦。这话让众人全都亮起了眼睛，如果能跟沈氏集团合作，哪怕是韩氏集团也好过温家。温逸冷笑着，真当沈氏集团是你家的吗？你说能合作就合作，才刚把牛吹上，就替沈星回做沈氏集团的主了，真是好笑。我垂眸轻笑，在座各位应该收到通知信息了吧？叮咚，各种信息提示音响了起来。沈氏集团发出通告，3天内恭喜秦冉退婚温逸，有机会和沈氏集团谈合作，恭喜秦冉退婚，真是恭喜啊！多谢温逸的不娶之恩啊，秦冉你真是幸运，早早发现温逸的渣男面目，恭喜啊！于是乎，各种恭喜我退婚的声音就起来了。保镖一听，立即给说恭喜的人发出了红包，同喜啊！小小心意，没错，红包里不是钱，而是沈氏集团公务合作的联系方式，这是他们花钱都买不到的联系。温逸，恭喜你啊，你被退婚了。温逸脸色难看至极，看着一个个嘴上说着恭喜，杀人的心都有了，可却也不敢得罪这些人。温先生，温太太，恭喜你们家被韩家退婚了。韩先生，恭喜啊！秦冉出喜，轰轰烈烈的退婚啊！恭喜韩昭昭表嫁给了秦小姐不要的垃圾，恭喜退婚，感谢温逸的不娶之恩。这一句话像无形的巴掌，啪啪啪的打在温逸他们的脸上，也像一根根耻辱柱一样钉在他们的身上。我挑眉笑着很是无辜，温伯父，温逸他们恭喜祝福，你们不说一声谢谢吗？你们这样太没礼貌了，一点待客之道都没有，以后谁敢跟你们合作啊？宾客纷纷点头赞同，就是我们跟你们说恭喜说祝福，嘴都说干了，不给伴手礼，那总要道谢啊，这么没礼貌，以后不跟温家合作了。对了，还有韩风先生也一样。温府差点被气得吐血3声，可是一听不合作，顿时就怕了。他强忍怒火，强颜欢笑，谢谢啊，被挤兑说恭喜，还要说一声谢谢，真太的憋屈了。我提醒着韩昭昭，好姐姐，温伯母送伴手礼啊。
韩昭昭和温母他们想泼妇骂街，想杀人，但他们不敢，只能笑脸相迎，然后还送出了伴手礼，憋屈死了。正热闹着说恭喜，一群尖锐的乌鸦叫声响了起来，众人抬头看去，密密麻麻的乌鸦飞了过来。乌鸦向来以不吉利为出名，现在看到这么多乌鸦，众人的脸色都变了。温母冷笑地看着我，秦冉，看到没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因为你在，把不吉利的乌鸦都给招来了，你将因为这群乌鸦而倒霉。我抬头看着天空，勾唇一笑，谁倒霉还不一定呢。飞在最前面的乌鸦冲天下，然后滴答。温母是抬头看天上的，然后有什么突然落在了他的脸上。温母懵逼的伸手擦了一下，然后放在鼻尖闻了一下，哦，臭味瞬间让他干呕了起来。有人笑出声来，哈哈哈，是鸟屎呀呀！那只乌鸦作为大哥，指挥着身后的乌鸦群，非常配合的全都飞到温逸、韩昭昭、韩风还有温父温母他们的头上面，集体拉鸟屎啊！你们走开，你们走开！韩昭昭他们没想到会是这么场景，尖叫着挥手，可是鸟群在半空，他们根本就打不到，彻底退婚，跟温逸再也没有半点关系了。我的心情非常愉悦，给沈星回发微信，阿回，今天我终于自由了。沈星回看到这个信息，心都是一颤，闷痛了起来。他杀气凛然，冷声吩咐孙浩然立即封锁全城，把秦冉抓回来，还有给我收购温氏。叮咚信息，我终于跟温逸退婚了，我可以跟阿回在一起了，好想瞬移到阿回身边，跟阿回亲亲抱抱举高高。你想跟我亲亲了吗？回家就亲亲5分钟好不好？沈星回看着叮咚进来的信息，冷冽的杀气瞬间消退，又打电话叫孙浩然回来。沈星回看着聊天框，然后打字真好，恭喜。打到一半又觉得这样不对，好像有点幸灾乐祸，于是沈星回又删掉了，重新打字真好，想阿然，想亲亲，想亲很久，5分钟不够，想。沈星回看着又觉得这样回复不好，显得他太色了。沈星回就拿着手机反反复复输入删除。孙浩然就在旁边看着沈星回，三爷怎么了？沈星回冷冷的回答，没事，就是还没想好要怎么回复阿然。郑晓峰提着药箱进来，上前说道，三爷该换药了。沈星回抬头看着郑晓峰问，女孩子发信息说想你想亲亲，怎么回复最好？郑晓峰向来有妇女之友的美名，问他准没错。郑晓峰被问得有点懵，低头看了眼他的手机，是秦小姐。沈星回抓着手机的指尖有些泛白，不过他的脸有些微红。郑晓峰看他这反应，打开药箱说道，不用管回什么，秒回就好。沈星回的眉头更是深皱起来。郑晓峰解释，女孩子最擅长的就是无理取闹，男孩子应该擅长无底线的宠她。郑晓峰把甩好的体温计递给他，秦小姐是个作精，才来玉水湾半个月，都快把所有人给做疯了。三爷反驳也没用，反正差点把你给做死。沈星回冷睨了他一眼，拿着手机继续编辑信息，等你。信息还没发出去，我的信息又来了，阿回竟然没有秒回我，你果然不爱我了。沈星回慌了，叮咚，我的信息不断发了过来，昨晚才亲亲，才对你好一点，你就不珍惜我，果然得不到才是最好的。沈星回不爱我了，你为什么不爱我了？因为我变美了。沈星回看着信息一脸懵逼，但心里慌得很，手机烫手的都差点扔了。沈星回正在打字要回复，结果我打视频过来，秒接。郑晓峰说，三爷脱衣服。我看着视频里的沈星回，再听到这话，脸顿时一沉。我说阿回怎么不回我？原来在跟郑医生鬼混。郑晓峰微笑，我喜欢女人，解释就是掩饰。我不理他，而是问阿回呢？郑晓峰，他真喜欢女人。沈星回沉默了一下，一字一字非常郑重的跟宣布，我喜欢秦冉。说完他又说，永远都不会不爱秦冉。他在为刚才没有秒回解释，也在回答我那一连串的不爱我了做解答。我扬眸轻笑，啥？那是跟你撒娇，想要听你说爱我，想要你哄我。郑晓峰看着两人视频撒狗粮。三爷脱衣服。沈星回道，不脱。阿冉说了，我的身体不给别人看，男人也不行。我看到郑晓峰手里拿着药，阿回脱吧，他先给你上后背的药，我半小时后到家，别的地方我来上。沈星回暗沉的双眸不由得一亮，到家吗？我在开车，先不说了，半小时后见。沈星回看着屏幕黑下去，一双眸子熠熠生辉。郑晓峰，你听到阿冉的话了吗？听到了，不给你别的地方上药。半小时后，车子引擎的声音响起，沈星回快速站起来朝外面跑去。我下车看到沈星回出来，阿回，我张开双臂朝沈星回飞奔过去。沈星回抬脚朝我走去，我毫无顾虑的扑来，他伸手将我拥抱，配合的那么默契。我扑进沈星回的怀里，紧紧搂着他的脖子，仰头看他。阿回，我回来了。沈星回低头看着我，我仰头轻咬着他的下巴，长了些青青的胡茬出来，有些刺刺的粗粗的，但这样咬着就是勾出我的荷尔蒙，让我心都跟着荡漾起来。你想我没？沈星回被我轻咬着下巴，只感觉火都被撩起来了。他沙哑着声，低低的一个音，还有压制的欲。我抬头用指尖轻轻描绘着沈星回的唇形，看得我舔了舔唇瓣，这里想吃。沈星回被我撩得火起，张嘴就轻轻咬住我的指尖，要吃就吃这里。我抽回自己的手指，然后仰头稳住沈星回。沈星回握着我纤腰的手，一点点的握紧，无处安放的双手一点点的往上攀爬，那动作又撩又欲。我不知道亲了多久，只觉得我快要窒息了。分开后，我脸红红的问：5分钟了没？沈星回看着我，没有，要不买个沙漏计时？我被他给逗笑了。那今天你学会稳了吗？沈星回摇头，没有，还需要复习10分钟。10分钟我怕被你吃的连骨头都不剩。沈星回正要说话，旁边突然探出一个大脑袋过来。郑晓峰看着紧紧相拥而舍不得放开的两人，可不可以晚点再复习？现在三爷需要先上药，三爷还光着上身呢，再这样亲亲抱抱下去，他都担心他们来个现场不宜，被破坏了气氛。沈星回皱着眉，很不开心，他冷冷看着郑晓峰，我俏皮一笑，我来给他上药吧。说着把沈星回推进房间，再砰的一声关上房门。郑晓峰喊着，三爷需要求救就大声喊。房间里，沈星回自己乖乖地坐在床上，眼睛一刻都舍不得离开我。第二次了，我离开玉水湾自己回来了，不是他封锁全程把我抓回来的。我站在沈星
星回的面前，低眸看他，这结实的胸膛看着就很有力，看得我荷尔蒙飙升，只想扑他。沈星回被我看的脸忍不住的红了起来，我小脸微红，清了下嗓子，脱裤子。阿冉，沈星回的声音沙哑起来，更是撩人。他声音酥得我耳朵快怀孕了。我轻身逼近沈星回，你不脱，那我就要帮你脱了。沈星回看着我，然后站起来，好，你脱。我愣住，我只是想让他自己脱，才这样说的。沈星回不说话，就低眸看着我，满眼都是柔情，不带任何一点的色，我都被他给看羞了。我一咬牙，好，我脱。我说完，伸手就去解沈星回的皮带。只是第一次解男人的皮带，我很生疏，很笨拙，完全找不到皮带暗扣。没一会儿，我就手心都是汗了。我没解开，干脆低头凑近看皮带，温柔的呼吸，轻轻的洒在皮肤上，像一根羽毛轻飘飘的拂过。阿冉，沈星回的声音是克制的，是隐忍的。我也着急，第一次我不会解啊，声音带着点委屈。沈星回声音嘶哑，我教你。不用，我有办法了。我说完，手握着皮带用力一扯，然后真皮制作的皮带就断成了2半。我就那样把皮带抽出来，跟沈星回炫耀着，看，解开了，多简单粗暴。沈星回被撩起的火瞬间就不上不下了。我脸红红的去解纽扣，沈星回忙摁着我的手，阿冉，我自己来。他怕我又暴力的撕碎他的裤子。我看着沈星回腿上满是鞭伤，哪还想那些小黄的事，眼里就只有心疼。我拿着药，开始温柔小心的给沈星回上药。我只专心给他上药，除了心疼别的都没想，却是苦了沈星回。他的手紧紧抓着床单，大气都不敢喘一下，就怕自己控制不住，猛地把我给扑倒。他更要小心翼翼的控制武器。我给沈星回上完最后一处地方的药，脸红的都快滴出血来，因为靠近那个地方，一不小心还能碰到不该碰的地方。上好了，我下楼去吃饭了。我把药一扔，噔噔噔的跑开了。沈星回低头看了一眼，脸上的红也是一路蔓延到耳边。面对阿冉，怎么可能控制得住呢？楼下郑晓峰他们正在吃饭，看到我噔噔噔的下楼，他讶然，这么快就完事了？3爷不行。我瞪他，你才不行，你全家都不行。阿回全世界第1行。郑晓峰，我变成扈3爷狂魔了。我说到全家，脑子突然想起了我的小哥秦耀。糟了，早上加了秦耀之后，我就没吭一声，刚拿起手机要发短信，结果短信就来了。天哪，余额好多个零。我数，我看着余额数了好几个零，然后说好像是10个亿01千万。郑晓峰猛抬头，谁这么大方给你10个亿？是想包养你的吧？我问我要不要为了10个亿把阿回踹了？突然一道声音响起，10亿很多吗？沈星回缓缓地从楼梯下来，走到我面前，皱起了眉头，谁又来抢他的女人？我吓了一跳，脑袋往上一撞，直接撞到了沈星回的下巴。沈星回痛得都忍不住捂着下巴。我转头看到沈星回，他已经穿上衣服，手里还拿着那条被我扯断的皮带，一看就是要家暴的样子。阿回，我怕怕地喊着。沈星回把手放下，抬眸冷然看着我，10亿很多吗？我点头又狠狠摇头。沈星回眸子微沉，声音冷冽，不多，你还要为了10亿踹掉我？我赶紧站起来，搂着沈星回的脖子，仰头在他下巴亲亲。阿回，你刚才是没有听我说完，我是要把你踹到床上，然后我冲他眨了眨眼，一副你懂得的羞羞表情，狠做的表情。沈星回低眸看着我没有说话，冷冽的杀气从他身上一阵又一阵的散发出来。阿回，快坐下吃饭。我赶紧拉着他坐下，还给他夹菜，丝毫不敢再提那10亿的事。沈星回看着我，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，搁以前我肯定会叫他滚，对他破口大骂。沈星回看着我，那是真的越看越不懂了。我忙着让沈星回消气，转眼就把那10亿的事给忘了，还在等我再叫一声小哥的秦耀。等到伤心睡着都没听到一声小哥。经纪人小飞帮秦耀盖好被子，无奈摇头，秦冉真的是太白眼狼了，10亿多拿了连个谢谢都没有，赶紧嫁人去祸害别人吧，可千万别再祸害秦耀，祸害整个秦家了。沈星回吃完饭就拉着我去了书房，他带着我站在了保险箱面前，我抬头疑惑的看他，干嘛？手给我。我疑惑的朝他伸出手，沈星回抓着我的手，拿我的大拇指在上面摁着，我看着自己的指纹一点点的完善。阿回，我不要，他这是录入我的指纹，可以开保险箱的指纹。沈星回摁着我的手不放，很快保险箱响起机器的声音，指纹成功，欢迎主人。沈星回放手，以后你就是他的主人，这里放着的是沈家所有产业，沈家产业市值千亿，他这是把身家性命都交到我手里了。我瞪大双眼，这不好。沈星回看着我，我人都是你的，区千亿算得了什么？这情话满满，聊得我捂着心脏。阿回，你太会聊了。沈星回皱眉，我实话实说，我嗷一声就扑进沈星回的怀里。阿回，你太好了，我好爱好爱你。这句话像爱神丘比特的箭，射中了沈星回的心脏。他低头直勾勾地看着我，我看着沈星回，阿回，我能不能有个？我用手比了一下说，小小的要求，非常小的要求。沈星回想要拒绝，不可以拒绝，真的非常小。我抱着他，抬头看他，好不好？沈星回冷着声，你先说，离开玉水湾是不可能的，我就是想回家。沈星回看着我，原本温柔的双眸越来越冷。阿回，我想回去。我还没说完，沈星回冷然转身离开。阿回别走，我害怕他消失，立即扑上去，从身后紧紧抱住沈星回。沈星回僵着身子，低头看着我纤细修长的手。秦冉，不要以为讨好几个亲亲就可以离开玉水湾。沈星回一点点地掰开我的手指，永远都不可能，这里才是你的家。砰的一声，房门关上了，沈星回身影消失在了我的视线。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，太偏执了，是我太着急了，应该过2天再说。只是韩风有大动作，如果我不快点回秦家，秦氏集团真的会被改名韩氏集团，到时候秦家就真的没了。很显然，沈星回还是不放心我，不相信我，怕我真的会逃跑，还是要快点建立信任。我趴在桌子上更是烦躁，可是要怎么建立信任呢？还得在最快的时间内。于是我只好求助自己的绝世好朋友了，在乡下玩直播却不红的主播吕青青。青青，快现身，好着急，我要怎么快速让男人相信我是爱他的，不会离开他？我是青青哒，立马回复，先说是哪个狗男人，我再给你出主意。我回沈星回，这话发
发出去安静了3分钟，然后吕青青的信息就不断来了。我看完，小脸瞬间血红。吕青青应该叫吕黄黄，因为吕青青给我发了很多，什么清凉的睡衣，还有角色扮演的衣服，不仅有这些，还有各种的图片和视频，竟然还有女王教导的。我越看脸就越红，于是我拨打了视频出去，对方很快就接了起来。视频里吕青青一看到我就开始生气，小阮说好狗富贵勿相忘，你回家认个亲，就把我扔村里吃土了。我看着笑道，那你是狗吗？吕青青嘟嘴冲我哼了一声，张口就来，汪，给钱。我被逗笑了。哟，小冉，你舍得把你那些丑妆都给卸掉了？爱情的力量果然强大。看着吕青青，想起前世因我而死我就心酸，于是对着她说好想抱抱你，青青，我爱你。我突然的深情让吕青青浑身一个机灵，还抖了一下胳膊。这时怕吓着我的沈星回来到门口，正好听到我爱你这3个字，他的脸瞬间冰冷，浑身更是散发着恐怖的杀气。吕青青说，小冉，你不要这么肉麻，太吓人了，还是赶紧说说你那个谁。听到女生，沈星回冰冷的脸有所缓和，女的，不是瘟疫。我说沈星回是他的名字。沈星回听得竖起了耳朵，然后看了一眼四周，没有人在，应该没人看见他偷听，于是他就把耳朵贴在了门上，更好听里面的声音。吕青青说，小冉，你真的要勾搭沈星回啊？我嗯了一声，我就在他家啊，现在他不让我回家，我想取得他的信任，让他相信我爱他，我就可以回家了。沈星回垂下眸子，暗淡无光，果然讨好他就只是为了回家。我又补充，不过我还会回到阿辉身边的，他这样强取豪夺，我6个哥哥不会同意。再说了，哪有他这么强暴的？喜欢一个人应该追求，再恋爱，再结婚。沈星回暗淡的眸子瞬间又明亮起来。吕青青抬手打住我的幽怨控诉，打住，你真要勾搭沈星回啊？沈星回听到这话，整个人像八爪鱼的贴在了门板上。有事上楼的郑晓峰和孙浩然看到了这一幕，三爷在干嘛？我重重点头，阿回是我这辈子认定的男人。吕青青呵呵的笑着，小冉，你知道沈星回的美名吗？我掰着手指算，冷血无情，高冷禁欲，人如阎王。